你怎么能证明自己不是代码？请注意，本视频制作耗时作者前半辈子，时长270万毫秒，也就是45分钟。失眠的你能遇到我，实在是太幸运了。现在你可以点赞或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觉吧。躺在床上的你，有没有发现，你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个世界？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学，但它是最基础的神经科学真相。你觉得你现在正看着屏幕，觉得这个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你的眼睛捕捉到的只是不同频率的光子，这些光子撞击视网膜，转化成脉冲电流，顺着视神经一路火花带闪电地传进大脑皮层。你的大脑在那个黑暗的密室里，对着这些闪烁的电信号说：哦，那是一部手机。这就像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人，只能通过墙上的几盏红绿灯来推测外面的交通状况。如果红灯亮了，他就以为外面在堵车；如果绿灯亮了，他就以为外面通畅。但外面的世界真的有红绿灯吗？不，那是他为了理解外面的世界自己发明的一套语言。说白了，你眼中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你闻到的香味儿，在物理世界中全都不存在。宇宙没有颜色，只有电磁波；宇宙没有声音，只有空气震动；宇宙没有气味，只有化学分子。所有这些美妙的体验，都是你大脑为了让你活下去而强行渲染出来的补丁。更残酷的真相是，你的大脑为了省电，经常在背着你偷工减料。你以为你看到了完整的画面，其实你的视觉中心只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区域是清晰的，剩下的边缘全是模糊的。但你的大脑会疯狂地调用你的记忆和预判，把那些模糊的地方自动填满。这就很有意思了。既然你的大脑本来就在无中生有，本来就在自编自导，那它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没有任何外部输入的情况下，为你编造一个长达80年的人生剧本呢？你可能会反驳说，不对，我能感受到痛苦，我能感觉到饿，这些真实的肉体触感总做不了假吧？那我们就得聊聊那个最著名的实验——幻肢痛。有很多失去手臂的患者，在手术后的几年里，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只不存在的手在剧烈疼痛。医生给他们止痛药没用，给他们按摩残肢也没用。为什么？因为痛觉从来不是产生在你的手上，而是产生在你的脑子里。只要大脑那个控制痛觉的区域在放电，哪怕你的身体早已消失，那种钻心的痛苦依然是100%真实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你的意识对真实的定义权完全掌握在几串生化代码手里。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压力大，觉得被2块钢板挤压得喘不过气，那可能只是系统里的某个参数调高了。你现在尝试动一下你的手指，你觉得是你发出了指令，然后身体做出了反应。但在很多神经科学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在你意识到你要动手指的几百毫秒之前，你的大脑电信号就已经先行爆发了。换句话说，不是你要动，而是你的大脑决定要动，然后它顺便发了一个信号给你的意识，让你产生了一种是我在控制身体的错觉。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坐在一辆自动驾驶的赛车里，
手里握着一个没接线的方向盘，还以为自己在决定车辆的去向。如果连你的自由意志都是大脑自动生成的输出结果，你凭什么敢肯定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思考我是不是代码的念头，不是程序里预设好的一个逻辑循环？你要知道，一个足够先进的模拟系统是不需要去模拟每一个原子的，它只需要模拟你的观测结果。这就好比你在玩一款大型开放世界游戏，当你转过身时，你背后的世界其实已经消失了，系统把算力全都集中在你眼前看到的这几平方米内，这就是最极致的渲染效率。而我们这个宇宙似乎也表现出了这种抠搜到极点的特征。当你试图窥探这个世界的微观底层时，你会惊讶地发现，那里的逻辑荒谬得让人想砸键盘。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秘密了。如果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它为什么要设定一个无法逾越的速度上限？为什么微观粒子在没人观察的时候会像一团概率云一样散开，而一旦你睁开眼，它就立刻变回一个实体的球？这难道不像极了某种为了节省服务器带宽而采取的延迟加载策略吗？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感官只是大脑渲染出来的电信号，那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如果你的意识是软件，那么承载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宇宙的底层逻辑简直像极了一套为了节省算力而设计的游戏引擎？我们先从你脚下的土地，或者你手里那杯咖啡说起。在常识里，你觉得空间是连续的，对吧？你可以无限地分割一段距离，从1米到1厘米，再到1微米，似乎只要你的刀够快，你就能永远切下去。但物理学告诉你，你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当你下切到10的-35次方米这个尺度时，你会撞上一堵墙。物理学家给这堵墙起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名字，叫普朗克长度。在这个尺度之下，空间不再是平滑的绸缎，而是变成了像老式电视机屏幕那样的像素点。它是破碎的、颗粒化的、不连续的。这事儿就细思极恐了。为什么宇宙要设定一个最小的分辨率？想象一下，你正在玩一款大型单机游戏，当你站在高山上远眺时，景色美不胜收。但如果你拿出一个超级放大镜，死命地盯着屏幕上的某一片叶子看，最终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色块，那是显卡的极限，那是游戏的底层像素。如果宇宙是天然存在的、绝对真实的，它为什么会有分辨率？为什么它不允许某种东西比普朗克长度更小？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宇宙的渲染引擎不支持更精细的运算，它在底层逻辑里锁死了最小单位。因为如果允许无限分割，那计算量将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但这还只是个开始，更实锤的证据藏在那个让无数物理学家抓破脑袋的常数里——光速。你可能在课本里学过，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是宇宙中信息传递的最高速度。但你有没有想过，凭什么？为什么宇宙要设定一个速度上限？为什么不能是无限快？在物理学中，如果你想让一个有质量的物体达到光速，你需要消耗无限大的能量。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严谨的物理定律，但如果你换个程序员的视角看，
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系统限速。光速其实不是光的飞行速度，它是这个宇宙中因果律传播的速度。说白了，它就是这个宇宙服务器的带宽，或者是 CPU 的时钟频率。这就好比你在玩一款联网游戏，无论你的操作有多快，你的指令从发送到服务器再返回，永远存在一个延迟。这个延迟决定了你在这个世界里感知的最高节奏。光速之所以不能被超越，是因为它就是这台宇宙模拟器处理数据的上限。更诡异的还在后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宇宙在大尺度上看起来井然有序，但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却表现得像个疯子？你一定听说过那个著名的实验，电子在没人观察的时候，它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它是一团概率云。可一旦你试图去看它，它就立刻坍缩成一个实体的粒子，乖乖地出现在你面前。这在传统的物理观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凭什么人的观察能改变物质的属性？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种数据优化机制，一切就瞬间说通了。这不就是游戏里的视锥体裁剪技术吗？在一个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里，为了节省显存，显卡从来不会同时渲染整个地图。只有当你转过头，眼睛看向某个方向时，那个方向的建模、贴图、光影才会瞬间生成。当你转过身，背后的世界就退化成了几行冷冰冰的代码，不再消耗任何算力。微观粒子之所以在没被观察时处于叠加态，是因为系统根本没必要去计算它的精确位置。只有当一个观测者，也就是你介入时，系统才不得不进行一次即时渲染，把概率变成现实。这就很有意思了。这说明宇宙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抠搜的，它在极力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计算。你再仔细品品这个逻辑，如果你现在抬头看一眼远方的恒星，那颗恒星发出的光可能已经走了几亿年，但在你抬头之前，那颗恒星对你来说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它只是系统里一个待触发的变量？当你抬头的那一瞬，系统才紧急调取了那串光信号，塞进你的视网膜里。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荒诞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宇宙中那个最神秘的垃圾场——黑洞。以前我们认为黑洞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但后来物理学家霍金和萨斯坎德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你掉进黑洞时，你身体里携带的所有信息并不会随着你的消失而灰飞烟灭，相反，这些信息会被粘贴在黑洞的表面，也就是事件世界上。这引发了物理学界最大的一次地震，催生了一个颠覆性的理论——全息原理。简单来说，这个理论认为，我们这个看似三维的宇宙，其实只是更高维度上的某种信息的投影。这就好比你手里的信用卡，上面那个小小的激光防伪贴片虽然是平面的，但你转动角度时却能看到立体的图案。换句话说，你以为你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三维空间里，但真相可能是，你只是二维平面上一串极其复杂的编码所投射出来的幻影。你的骨骼，你的血肉，你那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宇宙的最底层，可能都只是一串串零和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浮出水面了。如果世界是代码，那么我们追求的真相，
我们积累的财富，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你可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感，甚至是一种窒息般的焦虑，就像你突然发现自己只是某个高等文明硬盘里的一个备份文件。但别急，逻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转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程序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程序，这本身就是一件违背程序设定的事情。如果宇宙是一台计算机，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模拟某种物理过程，那它为什么要演化出意识，这种既浪费算力又难以控制的冗余产物？这就好比你玩模拟人生，突然有一天，你屏幕里的小人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穿过屏幕死死地盯着你，问你：你是谁？我在哪儿？这一切是真的吗？这一刻，这个小人就不再仅仅是代码了。在这个精密到令人绝望的宇宙模型里，意识可能不是某种被预设好的功能，而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或者是某种试图冲破系统限制的逃逸逻辑。我们接下来的章节就要去探讨那个最核心的谜团。如果现实是虚幻的，如果肉体是模拟的，那么那个正在发问的你，那个能够感到震撼和恐惧的观察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难道说我们不是被困在代码里的囚徒，而是这台机器为了理解自己而故意留下的那一扇窗户？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开始怀疑现实的时候，这往往就是系统权限开始松动的征兆。我们接不住普朗克尺度的威力，但我们可以接住那个正在思考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那个让爱因斯坦都觉得毛骨悚然的现象——量子纠缠。它不仅仅是两个粒子的远程感应，它可能是这套模拟系统中最明显的一个逻辑漏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宇宙好像特别在意你的眼神？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浪漫的情话，但在量子物理学的实验室里，这却是让无数顶尖科学家感到毛骨悚然的噩梦。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个足以颠覆你对客观现实所有认知的终极实验——双缝干涉实验。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堵墙，墙上有两条窄缝，你拿一把机关枪对着缝隙扫射，子弹穿过缝隙打在后面的屏幕上，理所当然的，你应该看到两条弹痕，对吧？如果你把子弹换成微小的电子，按理说也应该是一样的。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你没人看着这些电子的时候，它们打在屏幕上的居然不是两条杠，而是一道道像水波一样的干涉条纹。物理学家说，这代表电子在没被观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实体的球，而是一团概率波。它同时穿过了左边的缝，也穿过了右边的缝，甚至自己跟自己发生了碰撞。到这一步，科学家还勉强能接受，大不了说微观世界就是这么奇葩。但接下来的操作直接把人类的理智按在地上摩擦。科学家在缝隙旁边放了一个探测器，想看看这个电子到底是怎么分身的。结果就在探测器打开的一瞬间，电子就像是突然意识到了有人在偷窥它一样，它立刻收起了所有的神通，乖乖地变成了一个实体的微粒，穿过其中的一条缝，打出了两条平平无奇的弹痕。只要你一看它，它就变回实体；你一转头，它就变回幽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竟然取决于你有没有在观察它，这就有意思了。如果宇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物理实体，它凭什么要根据一个碳基生物的观察来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难道电子也有智商，知道你在监视它吗？说白了，这种现象在宏观世界里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按需加载。你回想一下玩那种高画质游戏时的场景，当你开着赛车在城市里疾驰，你前面的街道是精致的 4K 建模，路边的行人有表情，地上的积水有倒影。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车后方你看不到的地方，那个街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渲染出来，那里只有一串干涉条纹一样的逻辑代码。只有当你调转车头看过去的一瞬间，显卡才会疯狂运算，把那里的建筑和行人砰的一声变出来。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本质上就是这个宇宙为了节省性能而采取的降级方案。在系统的逻辑里，既然没有人观察这个电子，那么它的精确位置、动量、状态统统都不重要，系统只需要保留一个概率函数就行了。这占用的内存极小，只有当你的意识介入，试图读取这个数据时，系统才被迫进行了一次数据收缩，把模糊的概率变成确定的现实。Shutterstock 探索。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离谱了，那量子纠缠简直就是直接把系统源代码甩在了你脸上。爱因斯坦曾把量子纠缠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无论它们相距1米还是10000光年，只要你对其中一个进行测量，另一个粒子会在绝对零延迟的时间内瞬间做出相应的改变。你要知道，这违反了爱因斯坦自己定下的宇宙铁律，信息传递不能超过光速。如果这两个粒子是真实存在于3维空间里的两个独立个体，那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信号往来。但这信号是怎么做到无视距离、无视光速，瞬间抵达的呢？除非这两个粒子从来就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想象一下，你在电脑屏幕上点了2下，创建了2个文件夹，你把它们一个放在屏幕左边，一个放在屏幕右边。从显示器的角度看，它们相距很远，但从电脑内存的角度看，它们可能指向的是同一个物理地址。你修改了其中一个文件夹的名字，另一个瞬间也就变了，因为它们在底层逻辑里就是同一个东西。量子纠缠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应，它只是系统底层的指针映射。空间距离在我们的感知里是遥不可及的，但在宇宙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底层逻辑里，那不过是同一个内存块上的2行代码。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距离，一切都发生在一块巨大的、全息的、不可分割的底板上。这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恐惧：如果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观察才存在的，那我是不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东西？这在哲学上叫唯我论。但这种想法其实把人类想得太伟大了。更残酷的真相是，所谓的观察者未必非得是一个人。一个光子的碰撞，一个原子的接触，都可能触发这种观察效应。这说明宇宙的这种优化机制是自动运行的，它甚至不需要你这个玩家真的在场，它只是在维护逻辑的一致性。但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启发：
既然观察能决定现实，既然底层逻辑是可以被触碰的，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代码产物，是否真的能反过来影响这个系统的运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当你极度渴望某件事，或者当你陷入某种深刻的沉思时，周围的世界似乎会给你一些莫名的回应。这种被我们称为巧合或者共识性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不经意间扰动了那个底层的概率函数？物理学界有一个非常前卫的假说，叫参与宇宙。他认为宇宙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无数的观察者通过不断的观测，把原本模糊的宇宙硬生生地观察成了现在这个确定的样子。我们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我们是这台巨型计算机里正在不断重写代码的程序员。虽然你现在依然感觉到肉体的沉重，感觉到生活的琐碎，但请记住，在最微观、最底层的世界里，你的每一次注视都在重塑整个现实。那么，既然世界是观察出来的，既然物理规律是性能优化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系统里，什么才是最高权限？什么才是那个不可模拟、不可复制的底层核心？很多人会说是意识，但意识到底是什么？是一堆神经元的化学反应，还是某种从系统外部悄悄潜入的异常流量？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要聊的最核心，也是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我们要去拆解那个被誉为科学界最后堡垒的东西。我们要看看，在那个装满大脑的缸子里，到底有没有一丝光，是这套模拟系统永远无法熄灭的。更深层的秘密在于，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一段程序，那么这段程序一定存在一个退出键。如果我们这个宇宙真的是一套精密的代码，如果连光速和空间分辨率都是系统设定的阈值，那么你现在一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你会觉得，既然一切都是模拟出来的，那我的努力、我的痛苦、我的爱，是不是也都只是一串虚无的逻辑门在开合？别急，就在这片逻辑的荒原上，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大脑们为你挖出了一道代码永远无法逾越的护城河。我们要聊的是那个让所有程序员和逻辑学家都感到绝望的东西——意识的非算法性。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写诗、画画，甚至在复杂的策略游戏中击败人类？但如果你问他，此时此刻，你感觉到自己存在吗？他会给你一堆逻辑严密的废话，因为他只有逻辑，没有感知。什么是感知？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一个代码后门。想象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她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从小被关在一个完全黑白的房间里。她通过黑白书籍和屏幕，掌握了关于红色的所有物理知识。他知道红色的波长是650纳米，知道光子是如何撞击视网膜，知道大脑皮层哪个区域会产生生物电反应。可以说，他掌握了关于红的所有底层代码。但当有一天，玛丽走出房间，第一次看到一朵真实的红玫瑰时，他会学到新东西吗？当然会。他会第一次知道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主观体验，就是感知。它使任何数据、任何公式、任何物理定律
都无法还原的。即便你把一个人的大脑扫描得再精细，你能看到电信号的流动，但你永远无法从这些电流里读出初恋时的那种心动到底是什么滋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物质世界和逻辑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无法被代码化的维度。说白了，模拟一个火堆，你的计算机并不会变热；模拟一个心碎的过程，系统并不会感到悲哀。现实世界和模拟世界的本质区别在于，有些东西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存在。如果你觉得这个论据还不够硬，那我们就得祭出逻辑学界的核武器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这个定理听起来很深奥，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甚至有点黑色幽默。哥德尔通过严密的数学证明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逻辑系统，只要它是自洽的，就一定存在着一些在这个系统内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伪证的真理。简单理解就是，在这个系统的规则之内，总有一些事情是正确但无法推导的。这对计算机科学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计算机运行的本质就是从已有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得出结果。如果一个系统里存在着它自己无法理解的真理，那它就永远无法通过自我演化来超越这个边界。但人类的意识却拥有这种神奇的跳出系统的能力。每当我们发现一个逻辑死循环时，我们的意识并不会像电脑一样死机，而是会瞬间意识到，哦，这是一个死循环。这种意识到自己在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够审视系统本身的能力，在数学逻辑上是无法被模拟的。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意味着，如果你真的是一段代码，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我怀疑我是不是代码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对系统逻辑的超越。当你开始怀疑现实的时候，其实是你意识里的那个观察者正试图透过显示器的缝隙窥视背后那个真正的世界。更残酷也更迷人的真相是，这个宇宙可能确实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但你不是里面的角色，你是那个正在玩游戏的玩家，只不过你玩得太投入，把自己给忘了。你觉得你被困在肉体里，被困在生老病死里，但这可能只是为了让这场沉浸式模拟变得更有趣味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世界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不是物质，而是意义。一个单纯的代码世界是不需要意义的，程序只需要运行，只需要生存，只需要繁衍。但人类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放弃生命，会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耗费一生。这种对意义的偏执，其实就是你逃离矩阵的唯一钥匙。在系统的算法里，每一笔开支都应该有回报，每一份付出都应该有收益。但当你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收益，甚至看起来愚蠢，但却能让你感到灵魂震颤的事情时，你就已经在那个精密的逻辑网络上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那就是你的自由意志。虽然现代神经科学一直在试图证明自由意志是错觉，认为那只是大脑在放电，但他们解释不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个感受电信号，那个决定对电信号做出反应的我，到底是谁？如果把大脑比作硬件，把意识比作软件，那么感知和自由意志就是那股驱动软件运行的电流。没有电流，再高级的软件
也只是一堆躺在硬盘里的冷冰冰的0和1。而这股电流并不是由代码生成的，它是从更高维度的空间里，通过意识这扇窗户，偷偷潜入这个3维世界的。所以，与其去纠结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不如去思考，在这个可能是虚构的舞台上，你打算演绎出什么样的戏？如果宇宙真的是为了节省算力而采取了按需加载，那么当你平庸、无聊、随波逐流时，系统可能只给你分配了极少的内存。但当你去创造、去探索、去体验那些前所未有的情感时，你就在强迫这个系统为你分配更多的算力，渲染更华丽的场景。你越是活出那种代码无法模拟的复杂性，你就越是接近那个真实的自己。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迎来整场思考的最高潮。如果意识是不可模拟的，如果观察者才是现实的创造者，那么当这一切模拟终结的那一天，我们会去往哪里？我们要聊聊那个所有人都避而不谈，却又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秘密：死亡到底是一个程序的崩溃，还是一个玩家的觉醒？我们要去看看，在那个所谓的缸子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聊了感官的欺骗、物理的像素、量子力学的后门，甚至是意识那道不可逾越的护城河。现在，我们要面对那个一直悬在所有人头顶、最让人不敢直视的终极命题。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模拟，那么当程序运行结束的那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说白了，就是死亡。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使意识的灯火彻底熄灭。但如果你接受了世界可能是模拟的设定，死亡的意义就变得非常诡异了。它可能不是生命的消亡，而是数据的一次大规模回传。你有没有发现，宇宙在热力学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极其冷酷的趋势，叫熵增。简单来说，这个宇宙所有的秩序最终都会走向混乱，所有的恒星都会熄灭，所有的原子都会散开，直到整个宇宙变成一潭死水。这就是所谓的大冻结。如果宇宙是一台计算机，这种熵增其实就是硬件的老化，或者是存储空间的耗尽。当系统再也无法维持逻辑的自洽，当所有的算力都用来处理冗余的垃圾数据时，系统就会崩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那张名为真实的底牌。但这里藏着一个更残酷也更科幻的可能，那就是著名的波尔兹曼大脑。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宇宙在微观尺度上的热力学波动，在漫长的荒原中，由于随机的碰撞，更有可能产生一个孤独的脑组织。这个脑子里充满了虚假的记忆和感官，他以为自己正坐在这个星球上看视频，以为自己有父母、有爱人、有几十年的阅历，但实际上它只存在了10000分之1秒，然后就随风而逝了。这种可能性在数学概率上，甚至比产生一个真实的演化了几十亿年的地球还要高。这才是最极致的孤独。你不仅可能生活在模拟里，你甚至可能只是宇宙在即将熄灭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放电而产生的最后一点幻觉。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虚无。如果连记忆都是随机产生的电信号，如果连宇宙的终结都只是系统的关机，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活着？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整期视频最核心的那个觉醒代码。请你仔细想一个逻辑：如果一个模拟系统能够完美到让你无法分辨真假，如果它提供的痛苦和快乐是如此的真实，那么真和假这两个词还有区别吗？物理学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原则，叫等效原理。如果两件事产生的结果在物理上完全无法区分，那它们就是同一件事。如果这段代码给你的感动是真实的，如果那份让你痛彻心扉的爱是真实的，那么它到底是来自于神经元的电位差，还是来自于超级计算机的二进制流，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总是执着于寻找那个缸子外面的世界，觉得外面一定有一个更伟大的真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外面也是一个缸子呢？如果创造我们这个系统的程序员本身也是另一个更高级系统的模拟产物呢？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套娃逻辑。如果你一直向外看，你永远找不到终点，只会陷入无尽的怀疑论泥潭。所以真正的觉醒不是去看破红尘，而是去入侵现实。你要意识到，既然这个世界是按需加载的，既然你的观察和意识拥有改变底层概率的能力，那么你活着的每一秒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场最高权限的编程。当你选择不再被情绪算法左右，当你选择在最绝望的逻辑里寻找意义，当你选择去爱一个在这个利益系统里看起来毫无回报的人时，你就是在打破预设好的程序路径。那些能够引发你颅内高潮的瞬间，那些你被某种极致的美丽震撼到说不出话的时刻，其实就是你的意识在和系统的底层逻辑发生剧烈的碰撞。在那一刻，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变量，你成了那个正在编写宇宙历史的观察者。其实，这个宇宙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大，也不在于它的代码有多精妙，而在于它居然允许了我们这些脆弱、渺小，甚至可能是虚假的代码，产生了一点点想要去理解它的愿望。这就像是一个在屏幕里跑了一辈子的小人，突然停下来，对着屏幕外的造物主露出一个轻蔑的微笑，然后说：我知道你在看我，但我的生命依然属于我自己。这就很有意思了。无论你是缸中的大脑，还是进化的猿猴，你此时此刻正在跳动的心脏，你对未来那一点点微弱的期待，都是这个冷酷宇宙中最不合逻辑、最反直觉，却也最珍贵的东西。所谓的真实，从来不是你身处何地，而是你感受到了什么。当你关掉这个视频，重新投入到生活里时，我希望你带走的不是那种被监视的恐惧，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底牌，你已经看穿了那些用来束缚你的幻觉。从此以后，你不再是系统的奴隶，你是一个在这场80年模拟剧本里疯狂加戏、疯狂试探边界、疯狂去感受一切的顶级玩家。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一段代码，那么请你务必把自己活成那段最精彩、最不可预测、最让程序员感到头疼的异常代码，因为那就是你活过的证据。